Hi guys， 今天我们聊聊东方之珠香港。香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位于中国南部沿海，与深圳相邻。西望澳门被誉为亚洲四小龙，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根据 IMD 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过去10年，香港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一直稳居世界前期，而政府效率更为突出，长期稳居全球前3。按实际购买力来看，最新一年2023年的人均 GDP 超过7万美金，位于全球第13。成人财富中位数高达20.6万美元，位于世界第4，仅次于卢森堡、澳大利亚和比利时。所以整体来看香港经济竞争力强，政府廉洁高效，大多数人还挺富裕，妥妥的经济发达界的模范生。但撕开这层层面纱，背后却是一个超级反差。根据 Demography 发布的2024版国际住房负担能力报告，香港从2011年起，已经连续第14年被评为全球最难负担的住房城市第1名，中位房价收入比高达16.7%。这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香港一个中等家庭，不吃不喝不交税，也得16.7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而这个数字还是香港自2015年以来的10年最低点。房子这么贵，买不起就只能租喽。根据香港立法会的数据，全港只有48%的家庭拥有自住房，也就是1半以上的家庭只能靠租房，其中还有20多万人只能租住在一个房子隔出来的若干小隔档里，也就是汤房 subdivided units， 空间狭小，极度拥挤，环境还恶劣。那问题来了，香港经济高度繁荣的背后，为什么会深陷这么严峻的住房困境呢？这里边的因素就多了，你比如说像经济、政策、金融宽松、市场预期等等。但小林认为最核心的还是土地资源紧缺和政府供应滞后，说短点就俩字：稀缺。首先，咱们来聊聊这土地供应机制。1841年英军侵占香港，为什么英国能看中香港？是因为这个港真的香。香港有个世界级的天然深水港，叫维多利亚港，港阔水深，全年不结冰，外加多面环山，自然避风，特适合大型军舰和商船停靠。而当时的英国正野心勃勃地冲刺世界工厂，急需到处掠夺原材料，占领市场，同时建立一批自由贸易港，对它不收税，还能搭建一个全球贸易网络。你看，香港没啥资源，但港口条件极好，地理位置绝佳，于是就这么被英国给盯上了。英国要把香港定位成自由贸易港，这就导致香港政府没法从贸易里面征税。那你说港府的财政收入从哪儿来呀？总不能指望英国吧？而且香港自然资源匮乏，唯一能变现的只有一个土地。政府的小灯泡瞬间一亮，卖地赚钱，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么一套土地财政体系。而且香港的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供多少定什么价全是政府说了算，所以历届港府都倾向匀速限量的供地来维持高地价，进而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性。而限量供地换来的可观收入又是政府在低税率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比如搞基建，提供免费教育，廉租公屋、公共医疗等等。中产也挺开心，因为房子值钱了，靠投资物业也能吃到经济增长的红利，整个社会获益人多多。于是高地价限量供的模式就不断的强化和自我巩固。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看看过去近50年，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一直涨得挺慢的，但是到了2010年以后这条线平到几乎就不怎么变了。也就是说，2010到2020年这10年间香港人口增加了50万，但整个城市的建设用地只增加了2.2平方公里，土地供应明显滞后于人口。这时候估计有朋友要问了，政府这么依赖土地财政，地价还高，它就不能稍稍多出让点地吗？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或许政府手里也没多少能用的地。客观上香港的土地资源自带稀缺属性，
香港的陆地总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只有上海的1/6，地形多山，大概一半的土地坡度都超过20度，其中还有不少地段，像图上这些密密麻麻的暗黄色区域全是超过30度的陡峭斜坡。真正地势平缓、适合建设的地块不到整个城市的1/4，本身能用的地就不多。香港还特重视生态保护，从1976年起港府就通过郊野公园条例，规定了25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总面积高达443平方公里，占掉整个陆地面积的40%。而这些大片的绿色区域条例规定仅限保育和康乐，不能用作住宅或者商业开发。那这一下香港有限的城市扩展空间直接被大幅压缩，土地稀缺又进一步加强。那你说土地这么少，政府总得想办法多开发点吧？没错，填海造地。港府官网显示截至2016年，香港有7000公顷的土地都是填海填出来的，包括中环、湾仔、铜锣湾、尖沙咀东、港澳码头和西九龙等等，占到了已发展土地的1/4，容纳了全港70%的商业活动和2%人口。但是香港现在大部分的填海土地都是2000年前建成的，近20年新填出来的地只有700公顷，所以填海造地的速度也是大幅放缓。再加上新界相交的大片棕地利用率极低，土地征收耗时又长等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造成了香港土地短缺、住宅用地供应严重不足的现象。而住宅供地不足会直接导致住宅的数量不够。比如咱们把全香港的住宅面积加起来，除以住在里面的总人数，2016年香港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只有一个普通车位的大小。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稍微涨了一丢丢，升到了16平方米，但还是比公认的蜗居城市东京都低，不到新加坡的一半，不足纽约的1/3。这种住房紧缺又进一步推高房价，导致买房难、租房也难。于是就有了我们开始提到的多达22.6万人只能挤进狭小的汤房，人均居住面积6.6平方米，不足一个停车位的一半。那高房价和严峻的住房困境会带来什么问题呢？最直观的，比如社会稳定性下降、生活压力加大、低生育率等等。根据香港立法会的数据，35岁以下年轻家庭的买房率从1997年的22.1%直接锐减到2019年的7.6%，直接折了2/3。香港人首次买房的平均年龄也随着推迟到了44岁。买房难、租房也难的困境，使得很多年轻人只能选择继续和父母住，独立生活都成问题，更不用说结婚生娃了。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过去30年香港的生育率长期低迷，基本徘徊在亚洲的最低水平，特别是2021年，直接下降到772，也就是说每1000名女性或每1000对夫妇只生了772个孩子，生育率只有0.772，再创历史新低。大家知道，想要维持一个地区的人口稳定生育率至少要达到更替水平2.1，也就是说每名女性平均得生2个孩子以上。但是你看这张图，香港的生育率离这条更替水平线简直10万8千里。但看看这个城市的总人口，这几十年里没有下降，反而一直稳步上升。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没错，答案就是移民或人才引进。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物流枢纽在全球的抢人大战中，特别是从中国内地，还有2张王牌：金融和教育。作为世界前3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吸引了近1万家境外公司入驻，其中1410家直接把香港设为地区总部，比如像汇丰、Visa、花旗、美国运通、苏黎世保险等等。这些国际巨头带来大量的高级职位和跨国轮岗机会。同时香港还是有名的低税天堂，个人所得税封顶17%，公司利得税最高16.5%，加上资本利得、利息、股息、境外收益这些统统都不收税。对于金融机构高净值人群、高薪人群都是
极具吸引力的。同时，香港凭借成熟的金融生态背靠中国内地大市场，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这层神助攻，一跃成为全球前3的新兴初创生态系统。2024年，香港初创企业的数量就达到了4694家，雇员总数将近18000人，涉及的行业也很广，比如金融科技、健康医疗、绿色科技、教育学习等等，足以看到香港对于初创家的年轻人也是极具吸引力。如果说上面这些抢的都是成熟人才，那香港的高等教育就是从根儿上吸引优质的生源，再从尖儿上源源不断的产出新生人才。根据2025 QS 世界大学排名，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就有5所大学跻身全球前100，数量仅次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3个国家，刚好和中国内地持平，全球第4。换句话说在世界舞台上，香港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完全不输一个国家。而且这5所大学的主流课程都是英文授课，多元且国际化，学术够硬，实践性也强。咱们就拿香港理工大学来说，它的所有本科课程都有一个必修板块，叫 Work Integrated Education。学生的实习岗位需要和他所学的专业相关，比如像投资、金融、数据分析、编程等等。实习的时间至少要达到120个小时。再加上香港金融管理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各大投行、资产管理机构、家族办公室等等，也都给学生提供带薪实习或者毕业留港工作的机会。这一整套下来，刚好形成吸引、培养、转化的人才一体化。说了这么多那香港高校的真实吸引力怎么样呢？咱们看数据。2024年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5所顶尖大学的非本地学生的比例高达27%到72%，非本地学生总数超过3万人。而除过港中文以外的4所学校直接包揽2025 THE 全球最国际化的10所大学的前4名，所以吸人效果可见一斑。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香港作为全球顶级的国际贸易枢纽，靠着强大的金融磁场和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特别是中国内地的大量优秀人才。这些人才的涌入不仅大大填补了人口和劳动力缺口，还带来了激增的居住需求，间接稳住了高房价。同时，高端和紧缺人才的引进还可以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促进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增强它的世界竞争力。这波操作是不是听起来还挺完美的 ？Nice。但别急，咱们翻翻这几年 IMD 的世界人才竞争力报告，你会发现香港的人才吸引力在下降、下降、下降。Appeal 这一块最拉垮的指标，划重点了，生活成本，尤其是它重点评估的住房成本，在全球67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4，世界倒数第4。所以严峻的住房困局似乎并没有被香港经济的繁荣淹没掉，反而成了这个看似完美的循环中一个特显眼的 bug， 就在那儿，盖不住也藏不了。 So guys， 你在香港经济背后又发现了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哦。如果喜欢我们的 Club 脑洞派，记得点赞订阅哦。 Thank you for coming, see you, bye bye。 City lights going high, people moving hustle by, beats pumping through my veins, riding on these urban planes.